说千年已过，你已具仙人之姿，与当世无敌，但却执念红尘，始终无法踏出这最后一步。师父，为师大限将至，你下山去吧，了却凡尘，登入仙门。徒儿定不负所望。当年母亲惨死，为了保护嫣然，我不辞而别。如今流光一瞬，华表千里，凡尘不过三载，也是时候回去看看。小姐，此处钟灵毓秀，长风聚气，乃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呀。若是将老爷子葬在这里，必定福及后人，可保苏家长寿。母亲，孩儿不孝，来晚了。哪来的野小子，竟敢妨碍苏家学墨，还不赶紧滚！龙有九霄，一怒而天下在。这里居然还是海城龙脉，小姐，没错了，选这里，苏家贤不藏身都难呐！请你们尊重逝者，这墓幽主。墓碑上连个文字都没有，便是无主之墓。现在苏家看上就是苏家的。小姐，到时候就在这儿挖个4尺见方的深坑。不对，你敢打我！此墓乃我母亲安息之地，扰其安宁者该斩，对其不敬者该死。小姐，这块真的是风水宝地，无论如何都得拿下。先生，刚刚董大师多有得罪，我向你道歉。但这块墓地可否让给我们？清雪日后必有重谢。你的道歉我勉强接受，其他的我不会同意。真是可惜呀，这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，葬了个普通人。你是风水师？老夫乃海城第1风水师，命中6钱3两，师承正一一脉，昆仑全萧代。正一？那你可知五雷正法？仙门锁，这是仙人所有禁制。你是仙人，仙人相视，小的多要得罪，还挺没快速啊！此地无极，滚！小姐，这位先生乃是仙人降世，严书法随。他说这里无极，其他人敢葬在这里，便是大灾。我们赶紧走吧。先生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占墓之事我已既往不咎，现在你还要得寸进尺？先生，求您救救我爷爷，之前是因为爷爷才不小心得罪了您，请您原谅。你已开始为老爷子选墓，想必已是将死之人，现在求我何用？先生，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有，但你给我一个帮你的理。我苏家乃海城豪门，只要先生能救我爷爷，任何要求我都可以满足。那我要你去死，你愿意吗？孝心一片，值得嘉奖。起来吧，先生。我不求你回报，既然你苏家乃海城豪门，那便替我向江家送上一份厚礼。明日我自会去救你。江家，先生，您是说江初然一家？没错，那是我老婆。你是沈卓，可记住，答应我的事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姐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紧张？刚刚公司传来消息，说苏家给了我们江家一笔100亿订单作为投资。什么？100亿？这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没有搞错，确实是100亿。初然，抱歉，我回来晚了。沈卓，你居然还活着？失踪了3年，怎么没死下来的？回来了正好，赶紧着把婚和初然离了。离婚？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为什么？我姐是我江家明珠，金枝玉叶，如今更是拿到了苏氏集团的100亿订单，注定登临绝顶。而你呢，一个在外面流浪了3年的野狗，人和畜生不能通婚，这个道理你懂不懂？初然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沈卓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我本以为就算你追赶不上我的脚步，但至少也有面对的勇气。可我错了，你选择的是不思进取，是自甘堕落，是懦弱，是逃避，而且一逃就是3年。
就不问我为什么消失这3年？我不想问，更不想知道。这3年来，我取得的成就是你无法想象的。如今我更是拿到了苏家的100亿订单，你我之间早已如云泥之别，你和我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江主任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这100亿订单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得来的？不然呢？难道是靠你吗？不错，苏家的100亿订单就是受了我的意。沈卓，我求你去找个臭水沟照照，就凭你那微不足道的身份，还想替我姐去拿100亿订单？沈卓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无法真正正视自己是吗？我知道你回来的目的，离婚协议书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签了这份离婚协议书，这卡里的500万就是你的了。500万，江主任，一张卡就能衡量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？你敢说你回来不是为了钱？当然不是。你杳无音讯消失3年，恰好在我功成名就之时出现，不就是为了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吗？如果500万还满足不了你生性贪婪、爱慕虚荣的心，你说个数，我给。原来我在你心目中这么的不堪。沈卓，你干什么？你说的对，你我早已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区区500万，就算整个海城万万亿财富，我看都不会看一眼。妄自尊大，自命不凡。沈卓，你以为摆出一副视金钱如粪土的样子，我就会对你刮目相看吗？你这样只会让我对你更加厌恶。沈卓，你当初入住我们家的时候，也是这副自命不凡、一世清高的样子。你是上京沈家的大少，你母亲是上京的大人物，我才放心把女儿嫁给你。结果呢，你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窝囊废。我杳无音讯消失3年，是有愧对于你。到我归来之后，立刻来找你，还叫苏家送来100亿订单作为补偿。既然江小姐如此自视清高，这100亿订单不送也罢，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说后悔？哎呦，王少，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呀？我听说初然拿下了苏家的100亿大单，我特地来祝贺一下。初然，你能跟苏家合作，当然要大肆庆祝一番呢。上次那烛光晚餐你不辞而别，这次能否赏个脸，与你和我分享一下你的喜悦事情？烛光晚宴，江主任，你作何解释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所以这就是你执意要跟我离婚的原因。是要如何？沈卓，你也不和王少比比差距。王少，海城青年的首富，王家是3大家族之一，而你呢，离开了我们家，连饭都吃不起，只能当一条流浪狗。沈卓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做人要有点自知之明。3日后，江家将为苏家举办100亿订单签约仪式，整个海城的名流都将参加。这签约仪式的主人公就是初然。届时，别说整个海城，就是整个龙国的目光都得聚焦在初然的身上。而初然是整个龙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美女总裁。你一个井底之蛙，就别再妄想攀附初然这只9天金凤。江主任，我也奉劝你一句，3日之后的签约仪式，你还是不要去自取其辱，因为没有你签不成。够了，沈卓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你毫无作为也就罢了，如今我好不容易翻身了，你就当真这么见不得我好？你签了这张离婚协议书，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一拍两散。好一个一拍两散！3日之后，我就会让你们明白，你们口中一无是处的窝囊是多么的高不可攀。很期待3日后的见面，后会有期。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，什么东西？别老子靠你！初然，别跟着窝囊废费心了。我订了餐厅，晚上我们一起吃个烛光晚宴。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姐，你找的这人靠谱吗？随便拉个江湖骗子糊弄大家可不成啊！苏少，舒小姐找的高人，乃仙人之子，有她在，苏老爷子一定性命无碍。仙人，狗屁！我华神医纵横医道数10载，以武双修，以至巅峰，至今仍未踏入修仙的门槛。海城若有仙人，我怎会不知道？华神医，
你可算是来了，姐，这是我专程从上京请来的神医，曾是龙主的御医，活死人，肉白骨，世界上就没有神医治不好的病。苏少，你这么着急叫我来，是给谁看病啊？我爷爷1个月前得了一种怪病，至今都昏迷不醒，您看能不能治？怪病，我来看看。等等，你不能碰我爷爷。苏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是不让我给苏老爷子看病吗？要治，要治，但不是你来治。沈先生，您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云飞，不得无礼。这位是我请来给爷爷看病的仙人。姐，你是脑子出问题了吧？这小子年纪还没我大，怎么可能会治病？你不会是被这山野村夫给骗了吧？苏少，这位先生拥有仙人之质。我妈之前去给苏老爷子选墓的时候，亲眼见过他的能力。口气仙人，一派胡言。据老夫所知，这龙国上下5000年，成仙得道者不过1数之数。最近的飞仙成道者也已经有500年之久了。这小子根本就是在装腔作势。信与不信，我都不需要向你解释。苏老爷子气息愈见虚弱，若再不让我出手医治，恐怕回天乏术。真是可笑，有本神医在这儿，就连阎君对我都要礼让3分。就这种疑难杂症，对我来说只是轻轻吹口气，便能药到病除。话可别说太满。苏老爷子的病并非疑难杂症，而是寿命将至，油尽灯枯了。到底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？我乃当是医道巨情，药论诊病，这世界无人能出我之所右。就凭你还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，是瞧不起我这个医道圣手吧？华神医，您息怒，这小子就是个山野村夫，哪懂什么治病啊？您老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免得掉身价。哼！姐，你到底从哪请来的跳梁小丑，敢对华神医口出狂言？我看你就是存心想让爷爷死，好瓜分苏家家产，是吧？苏云飞，爷爷现在躺在床上，我比你更想救他。你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。那你就请一个山村野夫给爷爷治病，你作何解释？既然这位华神医对治老爷子的病真没有帮助，那便医治。不过我沈某奉劝你去。什么？人之寿命遵循天道轮回，非仙风道骨者不可改，非胡天日月者不可变。凡夫俗子强行逆天改命，必有大祸。不知所谓，离开你！今天就是阎王老子在此，也休想将苏老爷子带走。让你看看我的医术。醒了，爷爷，华神医真乃神人啊！祸事已至。小子，刚刚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凡夫俗子强行逆天改命，必有大祸，懂吗？年轻人，狂妄自大不是你的错，但敢在我华神医面前如此嚣张，你是头一份啊！信与不信在你，不过你与祸事将至。我看大祸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你不是很神气吗？怎么看到华神医救活了我爷爷，就说不出话了？华神医，沈先生金口断言，不会错的。您要不就别说，我华神医纵横医界几十年，浮浮沉沉，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？就凭你这个臭小子，还敢跟我在这儿装神弄鬼？今天你不给我一个好好的交代，休想走出这个门！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？如果没有，就赶紧跪下！我沈卓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华神医，看在你前半生救死扶伤、略有功德的份上，饶你一命。现在求求我，不然死！你简直是厚颜无耻啊！你凭什么？有什么让我来求你的？华神医，你怎么了？华神医，就放开他！此人是何方神圣，竟能看到我兄妹二人？阁下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这老贼逆天命救将死之人，作为交换，他的命我们今天必须带走。放开他！我不想再说第3遍。你让我放我就放，你要是再多管闲事，我就连你也一起驱走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自己能站起来，
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那就二位既已暴露了，何不就此现身？先生，莫非是他们来了？都做好心理准备，别被吓坏了。啊！阁下，你为何打扰我们兄妹二人办事？苏青山阳寿已尽，我等奉命拘其魂魄。这老贼盗取阳寿，救他人性命，必须严惩。你莫非想阻拦我们二人不成？先生，救我！二位现在若识趣离开，便替我向阎君问好；若要继续留在这，那我便亲自向阎君致敬，就怕他接不住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暗无警心，上仙饶命！上仙，我等也是奉命行事，请上仙宽恕。立刻离开，否则我让你们魂飞魄散。可是，如果这样回去，我们没法交差啊！苏老头死了没有？没死，我来补一刀。黑虎，你来干什么？苏家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苏小姐，不要急着看我走，我这不是来给你爷送终的吗？哎呦，居然还有气儿啊！你想干什么？苏小姐，你为人子孙，竟忍心让你爷爷忍受痛苦，不如让我送他最后一程。先生，请出手相救。我只答应救你爷爷一命，这不在我承诺范围内。你他妈谁呀？他拽得跟个258万似的，我想死得滚远点，否则送你去见阎君爷。祸从口出，这黑虎走到头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阎君爷我还真认识，要不要给你引荐一番？好啊，如果你真有那本事，那就介绍我认识认识。你们二位刚刚说是不是没办法回去交差啊？这人如何？命格轻贱，命中1钱3分。不过加上其余2人，便可回去复命。那就把他们都交给你们。谢上仙为我兄妹2人分忧解难，此等恩情我等记下。不是你们3个神神叨叨的说什么呢？一个个穿得跟鬼似的，拍电影吗？胡言，你叫我，奉劝你一句，对这二位礼貌一点。黄泉路上还要指着二位照顾。黄泉路，好啊，一会儿我就送你去黄泉路。你错了，我的意思是你死到临头了。我死到临头了？笑话！全海城只有我们家老大，谁能取我的性命？你吗？还有你们？黑虎叫虎爷，别没大没小的。现年53岁，武道半步宗师，曾强抢民女，烧杀奸掠100余起，可认？是老子干的，你又奈我何？跟我们走一趟。不是你他妈谁？我凭什么跟你走啊？你是拘魂使，拘魂使。别挣扎了，肉体凡胎，在我面前本就是待宰羔羊。收。少仙，事已办妥，我兄妹2人先行告退。只是今日发生之事，还望先生不要透露。走吧。小人告退。那什么呀？爷爷，你醒了？你身体好点没？好多了，都几十年了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神清气爽。华山爷，难道我的病是你治好的？苏老爷子误会了，都是这位沈先生，他把您从沈先生玉树通天啊！这都多亏了沈先生，我只是前来好教学习的罢了。沈先生，你看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告退了。等等，顺便把那几个人带走，帮我警告黑龙会，如有下次，我不介意把他们从这个世上除了。好，我一定带到。多谢先生救我一命，老夫万分感谢。日后有需要的地方，我定会竭尽全力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先生请讲。我要让你们苏家世世代代为我母亲守。先生放心，我苏青山知恩图报，日后苏家便是你母亲的守墓人。有鬼啊！什么有鬼？岳飞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爷爷，有拘魂使要过来抓你！我闭嘴！对我写的东西。爷爷，我没撒谎，不信你问他们。苏少，你肯定是看错了。弟弟，你肯定是出现幻觉了。幻觉？
沈先生，我这个孙儿从小娇生惯养，你不要太在意。先生如果方便，可否带我去你母亲的墓地一趟，顺便安排人修缮一番墓地？我真出现幻觉了，是谁救了我爷爷？华神医。先生，怎么？这是一块无字碑。我母亲生前树敌较多，我那时能力尚浅，不敢题字，生怕有人打扰她休息。先生，杨女士是你母亲？你认识她？是的。海城风华，绝世天骄。10年前，在整个海城就没有人不认识杨女士的。可惜了，杨女士遇人不淑，这3个白眼狼恩将仇报。苏老爷子，能否将你知道的都告诉我？10年前，3大世家的家主被杨女士提携。他们竟然为了蝇头小利卖主求荣，获得了巨大财富，最后把杨女士逼到绝路。可以说好可惜啊！要不杨氏集团早就成就了一流世家。这3个实力爬不来的东西，让杨女士海远九泉，定让这些畜生血债血偿。沈先生，你放心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我们一定会竭尽所能。沈先生，明日的签约仪式，3大世家也会到场。先生若是想复仇，我便让3大世家当着整个海城家族的面忏悔谢罪。只是明日的签约仪式是专门为先生的妻子所举办的，不知这样做会不会不妥？不爱，他已经是我前妻了。前妻？沈先生与江疏然离婚了，缘分已尽，不提也罢。那明日签约仪式照常，我一定要让他看看他眼中一无是处的废物现在是何等的高不可攀。妈，你看我这装束还行吗？不能给我姐丢脸吧？当然不会了，你姐和王少很久了，我们快点进去吧。哎妈，你看这是谁？沈卓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都能来，我为何不能？你能跟我们比？今天这场签约仪式都是给我们江家准备的，我们当然是来与苏家签的100亿合同的。看来江疏然并未听劝啊，非要来自取其辱。我看自取其辱的是你吧？我女儿已经跟你离婚了，你今天还死皮赖脸的追到这儿来了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配吗？你说我死皮赖脸跟踪你，难道不是吗？沈卓，你就死了那条心吧。我姐现在可是海城商业圈的名人，现在更是受众星捧月，一飞冲天。而你呢？你不过就是个流浪街头的流浪狗而已，连给我姐提鞋都不配。识相的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啊！看在你这江传地里的份上，找你一次，换做别人的事，早就废了。妈，他打我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我们江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保安，这个人在这闹事儿，给我抓起来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们呢是江疏然的家人，这个小子动手打我儿子，快帮我收拾他！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江小姐的家人无礼，活腻了吧你？是他们无礼在先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这人是我姐前夫，知道我姐跟苏家签了100亿合同后，故意跑过来搞破坏。你看我这手，差点给我掰断了。小子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这2位贵宾道歉，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我说了。是他们无理在先，你在没弄清楚是非黑白之前妄下定断，是不是有些不讲道理？讲道理？你在教我做事儿？你还跟他废什么话呀？赶紧把他轰出去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上！换几位了，进！怎么回事啊？大老爷，快点上啊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之间动不了了，动不了，是一群废物，让老娘亲自上手啊！给我住手！这人好像是苏家的董涛董大师。董大师啊，您来的正好。你养的这群保安呢，真是一群废物，连收拾个人他们都不敢。你要收拾谁呀？就是他，董大师，就这小子，他叫沈卓，是我姐前夫，被我姐抛弃了，一直过来骚扰我姐。董大师，你赶紧废了他！你放！董大师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大师。我让您收拾的是这个废物，打我儿子干什么？闭上口嘴！再敢对沈先生无礼，当心我撕烂你的嘴！沈先生，沈先生，你来之前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也好扫他相迎呢。这沈卓怎么还认识董先生啊？我不想在宴会上看到这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明白。来人，把这2人给我轰出去！
沈先生，起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给我喊主任，带走！放开我！我可是江初安弟弟。张主任，你死定了！我一定把这事情告诉主任，让他收拾你。沈先生，您先进去稍等片刻，我去通知老爷小姐你来了。主任，这2位分别是白家主和李家主。白家、李家与我王家齐名，同为海城3大世家之一。毫不客气地说，我们3家的势力占据了整个海城的半壁江山。2位家主好。江小姐太客气了，以江家现在的发展势头，想必过不了多久就能与我等平起平坐了。不错，江小姐能力出众，年纪轻轻就能独当一面，今日更是主角，与苏家签订一份100亿合同，真是羡煞我也。2位家主谬赞了，您2位德高望重，晚辈怎敢与您2位争抢风头？你们啊就不必互相谦让了。今晚的主角并不是初然，而是苏家为了答谢一位大人物。大人物？什么大人物能让苏家以如此规模迎接呢？苏家老爷子3日前病重，被一位神医所救。苏家借着这场签约仪式，要感谢那位神医。你们看，那把交椅就是为那神医所准备。早就听说苏家老爷子已经半只脚踏进鬼门关了，能将这样的人从鬼门关拉回来，此等医术堪称神迹啊！原来如此，我刚才还在好奇，一个小小的签约仪式，居然能弄出这番阵仗，原来是为了扫榻迎接那位神医啊！不过江小姐也是女中豪杰，毕竟今日签约仪式，她才是主角。沈卓，今日之后，你会更加明白，你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。刚才江家那对母子被人打得好惨，可不是嘛？听说是被他们家那个叫沈卓的废物赘婿给打的，真是家门不幸。你们说什么？我妈和我弟弟被人打了？江小姐，原来你在这儿。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你母亲和弟弟被人打了。谁这么大胆子？是江家的赘婿沈卓。什么？沈卓，你给我站住！张小姐，有事？你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打我妈和弟弟？你说我不分青红皂白？沈卓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人面兽心。初然不就是跟你离婚了吗？你至于跑到这儿来报复他的家人出妾？我知道离婚对你打击很大，如果你心存怨念想报复的话，可以冲我来。为什么要连累我的家人？你就不想问问原因吗？我不想知道理由。我妈为人谦和，我弟敦厚本分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3年前你身无长物，颠沛流离之际，是我们江家好心收留了你，供你吃供你住，我们也不求你涌泉相报，但你居然恩将仇报。沈卓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恩将仇报，江初然，你莫不是以为以你一己之力能将摇摇欲坠的江家发展到如今的地步？你难道真的以为你如今的功名成就靠的是你的能力？不靠初然，难道靠你？不错，我是销声匿迹3年，但无时无刻不在暗中帮助你。如果没有我，就没有今天的江初然。沈卓啊，沈卓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消失3年，与初然相隔108000里，你怎么给他提供帮助？你以为你自己是神仙？沈卓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多说什么，你立马去给我妈和弟弟道歉。该道歉的是他们。你沈卓，难怪初然会选择跟你离婚，你果然是朽木不可雕啊！今夜大宴，海城名流汇聚，冠盖云集，近来之人无不身份显赫。你一个鼠雀之辈，胆敢擅闯，必定是死路一条。初然让你道歉，是念在你们往日夫妻情分，给你指条活路。大可不必。既然你自寻死路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沈卓，江家的赘婿，因为窝囊废物不思进取，被江初然抛弃，现如今跑到这儿来闹事儿。自己没本事被抛弃了，还敢跑过来复仇，真是恬不知耻！谁把他放进来的？赶紧把他轰出去！这江家的废物赘婿白某早有耳闻，没想到这么没有下限。都已经离婚了还纠缠不清，把我们男人的脸都丢尽了。几位家主，十分抱歉，我以为之前跟他说的已经够清楚了，他是跟踪我才到这里来的。沈卓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赶紧走。你让我走？你大可去问问，今日晚宴没了我要给谁开？放肆！你小子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，你一个无名之辈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？不错，今夜晚宴英雄汇聚，规模空前。一方面是见证江小姐商业巨星的升起，另一方面是为了迎接一位神医的莅临，与你有半毛钱关系。沈卓，你也不拿块镜子好好照照你那副自命不凡的蠢样。
不错，今夜晚宴除了初然，还有一人，这人就是当今医术界泰斗华神医。你就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免得丢人现眼。你说的可是华和眼，一个从鬼门关被我拉回来的庸医，不值一提。混账！华神医德高望重，还救了苏家老爷子的性命，你也不怕苏家把你碎尸万段？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小子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？到底是谁把这个疯子放进来的？净说些风言风语。沈卓，你也知道今天晚宴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，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哗众取宠，是要把我的脸丢尽吗？你说我给你丢脸，江小姐，你我现在已无任何瓜葛，你也太自以为是了。初然，这窝囊废就是自寻死路，离他远点，莫要被他溅了一身血。此人擅闯苏家晚宴，还敢对华神医无礼，罪不可赦，把他拖出去，自知打断。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嘴是不是跟你的骨头一样硬。动手！我要看谁敢！董大师，您来的正是时候。有人擅闯苏家晚宴，还敢对华神医无礼，实在是可恨。你赶紧把他收拾了。今夜晚宴是由苏家牵头举办，何人如此胆大包天？就是这小子，他叫沈卓，是原来江家的赘婿，现如今都跟初然离婚了，现在又死皮赖脸跟来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听说他刚才给初然家人打了，简直是该死！打了江初然的家人就该死啊？何止是该死啊，简直是死不足惜！人是我打的，我也死不足惜吗？什么？你打的？先前江初然的母亲和他的弟弟对我苏家贵客无礼，真正死不足惜的是他们。人不是你打的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说？我说了，你会信吗？打人之事暂且不提，这小子大闹宴会，董大师你该管管吧。董大师息怒，他是跟踪我才进到这里来的，这事儿也有我的责任。沈卓，我承认刚才是误会了你，可是擅闯苏家晚宴可是大罪，你快给董大师赔礼道歉。董大师大人有大量，也许还能原谅你。我敢道歉，你问问他，他敢接吗？好大的口气，小子，你可知董大师什么身份？他既是苏家管家，更是苏家供奉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董大师无礼？董大师，您听听，这小子当着您的面都出言不逊，不杀了他，留着过年呢，还不赶紧跪下！闭嘴！让我苏家贵客下跪，要置我苏家于何地？贵客，董大师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个海城家喻户晓的废物赘婿是苏家请来的贵客，你看我像是开玩笑吗？董大师，这小子何德何能成为苏家贵客？一定是搞错了。你要是看在初然的面子上，那就是大错特错。他早就跟初然离婚了。江初然，个有眼无珠、爱慕虚荣的女人，也配。你能走到今天的位置，应该不少，但我实在是无法理解，你放着一个人中龙凤不要，非要跟着一些智商堪忧的凡夫俗子混在一起，你这是被小人迷了心智，永远不是真龙啊！董大师，我是看在苏家的份上才尊称你一声大师，但是你一直在这阴阳怪气的骂人，莫不是把我王玉峰不把我王家放在眼里？你王家算个什么东西？能跟沈先生比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董大师，王家与我白家、李家并称海城三大家族，你不把王家放在眼里，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也不把我白家放在眼里？还有我们李家，董大师，我自问没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你，你为何为了这小子与我们三大家族针锋相对？你们的确没有得罪我，但是你们却与我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。白文芳，你曾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房产销售，10年前受杨柳青杨女士提携，自此飞黄腾达，成为海城首屈一指的地产大鳄。你非但没有报恩，你却恩将仇报，亲手害死自己的恩人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知道杨柳青？李春秋，你曾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公司员工，杨女士惜才，连升你10级，执掌公司大权，你却吃里扒外，鸠占鹊巢，成为压死他最后一根稻草。小子，你到底是谁？杨柳青之子沈卓，今日前来向你们问罪。你竟然是杨柳青的儿子！沈卓竟然是那位风华绝代商业女王杨柳青的儿子，可怎么从来没有对我说过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没听说过杨柳青还有个儿子？这母爱还真是伟大，梁柳青那个贱人居然把你藏匿得这么深。不过你既然知道梁柳青与我们三大家族的恩怨，还敢出现在这里，就不怕我们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？死无葬身之地，这正是我来的目的，杀人偿命。今日我就让你们血债血偿。
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？我白文芳纵横海城多年，想杀我的人多了去了，我不还是活得好好的？你一个黄毛小儿，莫要以为点雕虫小技就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。沈卓，三大家族在海城根深蒂固多年，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。莫说他们三人，就算是在场任何一位，随便动动嘴皮子都可以置你于死地。你要是还想活命，就快点给他们道歉。是他们该以死谢罪。沈卓，你说大话之前能不能先过过脑？我王白李三家，南海城三大世家，放眼整个海城，也只有苏家能跟我们掰了手，让我们以死谢罪。你还没那个资格。那我便让你们看看，我有没有这个资格。消失了，他在那儿。他怎么这么厉害？现在你们告诉我，够不够资格？武者，怪不得这么大的底气。沈卓，不要觉得学了点三脚猫功夫就天下无敌了，赶快给我滚下来！混账东西，那可是苏家给华神医的位置，华神医1武双修，他的位置你也敢坐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？沈卓，你够了！我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这身本领，又有多厉害，你应该知道这场晚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你难道非要看到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才肯罢休吗？我能理解你想为母亲复仇的那种心情，但就算你是那什么武者，与三大家族为敌，无异于是以卵击石。你现在回头，我看在夫妻情分上，还能帮你求求情，否则……江小姐，你跟我是什么关系？用得着你来帮我求情？沈卓，我是真佩服你的勇气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行为会引起整个海城的滔天怒火？这个位置是留给华神医的上宾之位，非德高望重者，非众望所归者，非华神医不可坐。像你这种尊卑不分、德不配位之人坐上去，下场会很凄惨的。你怎么就知道你口中德高望重者是我？德高望重？你只不过是杨柳青那个贱女人生的一个，跟德高望重沾什么关系？再不下来，等苏家的人来了，你就等死吧！好啊，那我等着。苏家之君苏大小姐到。苏大小姐来了，沈卓，你死定了！沈卓，这都是你自己作的，敢霸占华神医的位置，还自称是那个得道高人，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吧？沈先生要是都不能算德高望重，这世上又有谁配？沈先生要是不能坐这个位置，又有谁能？苏小姐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白文芳，你们三大家族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我爷爷的救命恩人无礼！救命恩人？苏小姐，您搞错了吧？沈卓就是个窝囊废，什么时候成为苏老爷子的贵人了？放肆！你叫谁窝囊废？沈先生大仁大义，妙手回春，将我爷爷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他要是窝囊废，你们又算什么？垃圾还是土鸡瓦狗？江初然，沈先生的前妻是吧？是我，苏小姐。你今天晚上来，是想与我苏家签订100亿合同？是的，苏小姐，这是合同。你今天晚上来，是想与我苏家签订100亿合同？是的，苏小姐，这是合同。苏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江初然，我苏家之所以之前愿意跟你签订100亿合同，完全是看在沈先生的面子上。既然你已经与沈先生离婚，那这份100亿合同自当作废。你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？江初然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要参加今晚晚宴，否则你必定自取其辱。因为没了我，你这100亿合同根本签不成。不可能，这100亿订单明明是我自己争取来的，是苏家看上了我江初然，看上了我江家的能力。江小姐，我现在终于明白沈先生为什么会跟你离婚了。妄自尊大，自以为是，你莫非真的以为就凭你和你江家那点底蕴，我会傻到把100亿订单拱手相送？醒醒吧，没有了沈先生，你什么也不是。沈小友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呀！是啊，沈小友，原来你才是苏家老爷子的救命恩人，之前多有得罪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包涵我们之间的恩怨，你是到2句欠就能一笔勾销的，未免也太异想天开。你想怎么样？这债当然由钱来偿。跪下！小子，我已经给足你面子，你莫要蹬鼻子上脸。不错，我们王白李三家好歹海城3大世家，只手可以搅动风云。你势单力薄，怎么跟我为敌？谁说沈先生势单力薄？我苏家愿做沈先生的马前卒。苏小姐，你说这话是何意啊？难道你要为了这小子与我3大家族为敌？与你3大世家为敌又如何？
沈先生是我苏家的救命恩人，我们已经向沈先生许诺，要为沈先生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苏清雪，你要想清楚，我们三大世家虽然单拎出来无法与你们苏家抗衡，但要是联手一起，也能与你们拼个2败俱伤。你这样值吗？这个道理还用不着你来提醒。沈先生的能力超乎你们的想象。能与沈先生结下这份善缘，付出再大代价也值得。况且对付你们，还犯不着拼个你死我活。来人，今日这场晚宴是沈先生专门为你们举办的鸿门宴。白文芳、李春秋、王宇峰，10年前你们受沈先生母亲杨女士的恩惠，最后却恩将仇报，让他死不瞑目。今日我就替天行道，让你们血债血偿，把他们抓下来。姐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居然为了沈卓那小子，要将我们苏家100年基业毁于一旦！你来干什么？我要是不来，我们苏家全被你害死。什么意思？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沈卓是上京沈家的弃子，当年他母亲因犯重罪被沈家所追杀，我们苏家要是跟他扯上关系，必定万劫不复啊！上京沈家又如何？沈先生是爷爷的救命恩人，你难道因为一个上京沈家，让我们苏家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？姐，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了我。爷爷明明是华神医救的，看你是被这小子迷了心智，在这里帮他助纣为虐吧。苏少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救苏老爷子的是华神医，不是他。那还有假？那天我也在场，亲眼看到华神医救了我爷爷。这小子是个只会装神弄鬼的山野村夫，哪里懂得治病啊？沈卓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要这样跪舔他？住口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苏小姐，你对我们3大家族早已觊觎已久，想着帮沈卓复仇，以这个借口除掉我们吧。算盘倒是打得响亮，只可惜棋差一招。沈卓，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你的计谋已经被识破了，还不滚下来受死啊！今天是有人要死，但死的人是你们。口气不小啊，沈卓，我姐惯着，我可不会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上去把他抓起来？怎么，我可是下一任苏家的家主，你们要违抗我的命令吗？苏元飞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沈先生大仁大义，让我们苏家免受灾祸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？我恩将仇报，要说报恩，也要报恩华神医，跟这小子有什么关系？给我上！皮肤汗水。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沈某修道10年，从一介凡人到登临绝顶，入仙成圣，中间有多少不知天高地厚的家，总以为能与我为敌？你知道他们后来都什么结局？这怎么回事？沈卓不就是会点皮毛功夫吗？他是怎么过来的？莫非是见鬼了？沈卓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赶紧放开苏少！放？为什么？沈卓，我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，但你能不能不要继续胡闹了？你顶着华神医的名义招摇撞骗，已经是死罪一件了。如果苏少再有什么3长2短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不错，华神医一武双修，手段通天。你今天竟然敢冒充他的名义为非作歹，要是被他知道了，定不会轻饶了你。沈先生，我沈某从不杀冤死鬼。既然你们这么笃定我冒充他人身份，那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总头，通知华鹤岩，5分钟之内出现在我面前。是，我要让你们看看，你们口中高高在上的华鹤岩，在我面前多么的卑躬屈膝。华神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沈先生让我给你带个话，苏家有他保着，如果再有下次，他不介意让你黑龙会消失。放肆！那个姓沈的到底是什么人，竟敢对我黑龙会口出狂言？你招惹不起之人。华神医，沈先生限你5分钟之内赶到苏家晚宴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话我已带到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好自为之？这个姓沈的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来人！随我到苏家晚宴，大开杀戒。小畜生，你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华神医德高望重，岂是你能呼之即来，挥之则去的？沈卓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华神医乃当世第1名医，被国主御赐为大夏龙医称号，连龙主都要敬他3分。这样的人，你得罪不起。你错了，是他得罪不起我。
初然，你何必去劝一个一心求死之人？他一个沈家弃子，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再说，他今天闯下了滔天大祸，不知死活的东西。等华神医来了，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死到临头了，还笑得出来？垂死挣扎罢了。待会儿刀架在他脖子上，我看他能否笑得出来。沈卓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华神医已经到了，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大善神医，大恶人到！华神医，我等候您多时了。等我？华神医，今夜晚宴有个不知死活的，不但霸占您的上宾之位，还敢当众对您出言不逊。何人如此大胆？就这小子。此人名叫沈卓，上京沈家弃子，顶着您的名义招摇撞骗，甚至还想假借您的名义置我们3人于死地。华神医，你绝不就事济困扶危，定要帮我们伸上正义，惩戒那小子啊！惩戒我？我给他10个胆子，你问他敢吗？不知死活的。华神医来了，不下跪行礼就罢，还敢口出狂言，当真就这么想死吗？放肆！华神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闭嘴！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华神医，沈卓抢了您的功劳，还抢了您的上宾之位，您是不是疯了？还要护着他？你才疯了！谁告诉你是我救的苏老爷子？救了苏老爷子的人就在上面坐着，叫人话和言见过沈先生。堂堂大夏第一神医，竟然对这小子俯首称臣。沈卓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治好苏老爷子病的真的是你，江小姐，不要摆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。你什么时候真正了解过他吗？我跟沈先生才认识几天，都比你这个同床共枕了多年的夫妻了解得多。你今天看到的，只是沈先生真正能力的冰山一角。他的高度你望尘莫及，他的优秀不仅令我，更是令在场所有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望其项背。你根本配不上他。江小姐，不必多言。江主任，从你跟我离婚那一刻起，我就跟你说过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失去的就会是什么。结婚数年，我隐姓埋名，甘愿在背后默默为你付出，暗中帮你功成名就。你问我有没有愿意去消失3年？你知不知道这3年我经历了何等痛苦与磨难？不，你不知道，或者说你不在乎。我经历千辛万难，九死一生，满怀期待的回来见你。我自觉对你有愧，还托人送你100亿合同，可结果换来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如果你早点告诉我，告诉你会信吗？你宁愿相信这帮挑拨离间的外人，都不相信我这个枕边人。江初然，你到底在清高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把江小姐扶下去休息。三位，我们之间的账是不是该清算一下？沈先生，您与3大世家有过节，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什么？华神医，沈卓可是上京沈家弃子，你当真要替他撑腰吗？就不怕上京沈家怪罪？莫说是上京沈家，以沈先生的实力，试问普天之下，谁能与其争锋？还不快给我跪下！本事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没有我的同意，今天一只苍蝇都别想飞出去。黑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弟弟黑虎惨死在你们苏家，当然是来讨说法。黑龙，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再来招惹苏家和沈先生，你为何不听劝？我弟弟被人杀了，还让我忍气吞声，这可能吗？谁是沈卓？给我站出来！我是沈卓，有何指教？指教？我扒了你的皮！龙爷，您来的真是时候。沈卓这小子杀人不眨眼睛，不但杀了你的弟弟，刚才还想杀我们灭口，你一定帮我们教训他。哦，龙爷，我白家之前可是资助过黑龙会，这次你若能帮我杀了这小子，我白家愿意拿出半数资产作为报酬。还有我李家，3位不必如此，我今天来就是要这小子的狗命。龙爷，你弟弟的死跟我们苏家没有半点关系，你要杀就杀他，可别牵连到我们啊！苏云飞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沈先生是因为我们才……你闭嘴！沈卓就是个扫把星，即使他今日不死，上京沈家也早晚会找到他的头上。我们要是跟他有什么瓜葛，肯定也不会有好下场。沈卓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杀了农业的弟弟，还不过来受死？黑龙是吧？5秒钟之内消失在我面前，饶你一命。放肆！沈卓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龙爷可是整个海城地下的王，一言可定生死，就凭你也敢叫嚣？一言可定生死，巧得很。这个能力我很擅长。你很擅长。一言可定生死分为2种，前者仗势欺人，弱肉强食；后者手握生杀之柄，
逆天而行。不知你属于哪种？我当然是前者，莫非你是后者不成？我若是想，弹指间可灭万世。沈卓，你是沉迷飙戏无法自拔了吗？还是手握杀生之柄登逆天而行？你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吗？吹嘘谁不会？你若有这个本事，有种正式给我们看看！10秒钟之内，你不血溅5步，暴毙而亡。你说暴毙就暴毙啊！老子身体好得很，医生都说我能长命百岁，你暴毙了我都不会。你会七窍流血，你不明白。我还说你精神错乱、神经失常了呢。神经病！我呢？你倒是说说，我会怎么样？你会跪地求饶，屁滚尿流。好，老子等你10秒钟。如果你是胡说八道，老子会打得你跪地求饶，屁滚尿流。你只剩3秒。我今天可没工夫在这跟你过家家。来人，把这厮给我拖下来！老子今天要亲手扒了他的皮。李群秋真的如沈先生所说，血溅5步，暴毙而亡了。这是巧合吗？七窍流血，死不瞑目，这边也应验了。1次是巧合，2次就不可能是巧合。沈先生真乃神人也！沈先生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跪地求饶，屁滚尿流。你看看我是不是一语成谶的？沈先生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命。那我母亲的命谁来饶？杨女士的死都是上京沈家指使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听命行事。上京沈家我自然不会饶，但是你们这群助纣为虐的畜生，更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龙爷救命！龙爷，只要能救我一命，我愿意把王家全部资产双手奉上。沈卓想动王少，还没问我同不同意。我动他与你何干？不要杀我！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我知道你的身世，你是上京古武世家沈家弃子，祭到至尊体。祭到至尊体，就是用你的血祭天，可以请得仙尊下凡，可得天赐机缘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当年你的生父沈江河要用你的血祭天，你的母亲为了保护你，带你流亡到海城。这之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。沈江河要你死！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还求你放我一条生路。这个理由还不够。沈先生，这个黑龙背景不简单，他是无上大宗师唐无敌的弟子。唐无敌是当今大夏武道第一人，听说已出窥成仙门槛。您若杀了他，恐怕……不错，我师父就是唐无敌，他现在正在闭关探寻仙道。你若敢动我一根毫毛，师父出关以后定要你小命。西出百里，凤凰山，龙岩窟，你师父静坐修炼10年，仍未醒来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现在就让他醒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天降异象？不好，师傅！海城要搞人现世。庄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选至尊体现世，海城怕是要因为仙缘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了。爸，你快看，是天降异象，日月同天，仙人降世，这莫非是飞升纪元？是纪元，纪元真的来了！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祭到至尊体，你弟弟沈卓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杨柳青，你真以为你能把你的宝贝儿子隐藏一辈子？这一次定不会错失仙缘。罗盘显示的方向是海城，吩咐下去，立刻备机赶往海城。是。仙缘已至，我沈家要一飞冲天了！你做了什么？既然所有人都妄图窥探仙道，我便降下一场机缘，我会让你们明白，你们毕生所追求的东西，在我眼里多么都无趣、乏味。沈先生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仙道坎坷，一有不慎便是万念俱灰。沈先生是想让那些妄图追求仙缘的凡夫俗子彻底看清现实。再过几天，海城将有大事发生，你我拭目以待吧。沈总，你给我等着！
定要将你碎尸万段。我刚刚是不是漏了一个人？沈先生，您是说王家的那个王宇峰吗？要不要我现在派人把他抓来？算了，蝼蚁罢了，何必大动干戈？到时候一并铲除。好，沈卓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的？江小姐，我们都已经离婚了，这事好像你管不着。沈卓，你口口声声说有愧于我，可你为了报复跟我离婚，在今夜让我丢尽了脸面。是，从今以后，我会沦为所有人的笑柄。自己一向看不起的老公，竟然是连苏小姐、连华神医都倍感尊敬的人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说完了吗？沈卓，你别以为没有了你的帮助，我就会一事无成。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从来没有依靠任何人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我会用我自己的能力，站在让所有人仰望的高度。那我提前恭喜你。你，好，我也送你一句话，以后你好自为之。沈先生，该怎么评价你这位前妻？妄自尊大，自不量力。看来今晚的事情还是没能让他清醒。没能清醒，那我就给他来一剂猛料。董涛，将我秘密经营的盛达集团转到沈先生名下，另外再以盛达集团的名义给江小姐送一份100亿订单。江初然，你不是自诩能力卓然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究竟有没有那个本事。什么？初然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100亿订单是沈卓给你的？沈卓治好了苏老爷子的病，所以苏家答应给江家100亿订单。那订单签没签成啊？现在我跟沈卓离婚了，订单也就没了。妈，你放心，即便没有沈卓的帮助，我相信以我的能力，一定能为江家找到另外的出路。那可是100亿订单，过了苏家这个村到哪儿找这个店儿啊？你好，我是江初然。什么？100亿订单？好，我明天一定准时到。盛达集团说要给我们100亿订单，让明天就过去签约。盛达集团，姐，你别跟我开玩笑。盛达集团可是海城新晋的商业巨头，势头直逼苏家，他们怎么突然找我们合作？盛达集团的老板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无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这次他主动找江家合作，一定是看到了我们江家的潜力。太好，东边不亮西边亮，我们江家有救了。沈卓，别以为没了你，我江初然就会一蹶不振。总有一天，我会靠着自己的能力功成名就。与盛达集团合作只是我的第一步，你等着瞧好了。沈先生，小人在此恭候您多时了。董管家找我何事？沈先生，我奉我家小姐之命，将她之前一直秘密经营的盛达集团转到了您的名下，这是转让合同，请您过目。你家小姐此番举措是何意？在此之前，小姐还让我以盛达集团的名义约定江初然明日在腾龙酒楼签订一份100亿合同。她说沈先生您一定会感兴趣。这苏清雪还真会自作主张。刚好明日我找江初然有事想要说清，事情我也知晓了。你先回吧。小人告退。江初然，明日我们就做个正式的了结吧。几位董事长已经在里面等你们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女儿啊，你说这盛达集团的董事长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妈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这当然有关系了。如果他是男的，那肯定是看上你了呗。是啊，姐，你的美貌在整个海城那都是有名气的。那盛达集团董事长肯定是对你有意思，要不然怎么会跟咱们江家签的100亿订单？要是看上我了，那也是看上了我的才华。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沈先生，江小姐来了。你先下去。江家江初然见过盛达集团董事长，董事长现在很忙，有事直说。你先下去。是。这就是盛达集团董事长，怎么感觉他的背影有些熟悉？董事长，我代表江家前来接纳盛达集团的100亿投资，我江初然许诺定能圆满完成任务，请董事长给个机会。江小姐，听闻昨日你要与苏家签订100亿合同，最后为何没签成？那
那都怪沈卓那个窝囊废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事儿我得说清楚。董事长，我女儿没能和苏家签订合约，不是她能力不行，主要就是沈卓这个惹事精。此话怎讲？沈卓原本是我们江家的赘婿，他窝囊没能力，我女儿把他抛弃，但是他跑到晚宴上闹事，搅黄了我女儿的签约仪式。对，不仅如此，沈卓是个只会窝里横的窝囊废，仗着苏家在背后撑腰，还打了我和我妈，到头来还不是个寄人篱下的小白脸。妈，江明，你们别说了，董事长，这都是我的家事，本不应该拿到堂面上来说，请董事长恕罪。我想听听你对这个沈卓的态度。我的态度，市长这是在考验你，你赶紧表明对沈卓深恶痛绝，快！对沈卓，我谈不上厌恶，更谈不上恨，更多的只是失望，仅此而已。这突然你罢了，事情我也知晓了，稍后我会派人把100亿合同送到你们府上，请回吧。董事长，您在商业界威名显赫，我早就如雷贯耳。今日能与您合作，是我毕生荣幸。不知我能否有幸一睹您的真容？你想这样？请原谅我的冒昧。可以，但你不要后悔。能一睹您的真容，是我的荣幸。沈卓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很愚蠢？是你们来求见我，还问我为什么不在这儿？放屁！我们来见的是盛达集团的董事长，不是一个只会吃晚饭的窝囊废。少在这给我装腔作势！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是盛达集团董事长？就凭你知道盛达集团董事长的含金量吗？那可是能与苏家相媲美的海城首富，1000亿身价，你只不过是我们江家的赘婿，你董事长提携都不配，还冒充什么董事长呀？沈卓，我说过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功成名就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却故意跑来搞破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突然，他不就是怕你超过他那个姘头苏清雪吗？让他颜面无光，阻止咱们签订100亿投资的。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最后劝告你一次，你现在赶紧走。我可以不向董事长揭发你，不然当董事长来了，发现你的所作所为，连苏清雪都救不了你。江初然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以为是，别人随便说一句话你就信以为真，你对于我这个多年同床共枕的丈夫却百般质疑。如你所见，我今天就是你们要见的盛达集团董事长，信不信由你。给你脸了是吧？你信不信我先废了你？有种你动他一个试试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谁让你进来的？那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江明，她就是苏家的大小姐苏清雪。什么？她就是苏清雪？江小姐，看来今日之事还是没能让你清醒。你什么意思？一直以来，你都自诩能力卓越，扬言江家能有今日成就，靠的都是你自己。可事实是，你只是一只华而不实的花瓶。论能力，你不及我一丝；论成就，你不及沈先生一毫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到底是哪儿来的自信，敢妄言与我一较高下，敢妄言让沈先生后悔莫及。苏大小姐，虽然你是苏家的千金，但是也不能这么贬低我女儿。要是我女儿没有能力，怎么能够得到盛达集团董事长注意？盛达集团董事长？不错，我们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要跟盛达集团董事长签100亿要塞合同。苏清雪，盛达集团董事长的名气可不比苏家小，你擅闯别人地盘，董事长不会怪罪你吧？那可能要让你们失望。盛达集团原本就是我苏家秘密经营的产业，但在昨晚已经转到沈先生面前，所以你们想要求见的盛达集团董事长就是沈先生。什么？你们在没弄清事情的原委，就在这泼妇骂街、撒泼打浑。江小姐，你难道不觉得丢人吗？所以你之前撤销了我跟苏家的100亿合同，又主动拿出了一份100亿订单给我，你是要看我的笑话吗？这并非我的本意，并非你的本意。沈卓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突然一夜之间就当上了盛达集团的董事长？我知道离婚这件事情让你怨气很深，那你也没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我吧？是你傍上了一个有钱富婆，
他财力地位都在我之上，你大可以带着他到我面前来耀武扬威，但这又不是你自己的能力。沈卓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你失望过。江夫人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自视清高，你想怎么认为怎么认好。送客。沈卓，你是无话可说了吧？原本我内心对你还有一丝怜悯，但今天这件事情已经让我看清了你的真面目，你简直就是无药可救。无药可救。沈先生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没事，这不怪你。沈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末法时代，胆敢汲取天地灵气，好大的胆子！苏清雪，我有事先走，不多陪了。都不说多陪我一会儿。还是师兄考虑周到，能找到这么一块灵气充沛的地方汲取灵气，想必师傅的伤很快就能痊愈了。作为徒弟，替师傅分忧解愁，当然义不容辞。都快一点！仙人将士在即，师傅将以全胜姿态争夺仙位，把这里的灵气都给我吸干净一点，一丝一毫都不许剩。时间可不等人。岂有此理！什么人？末法时代，不顾万物汲取天地灵气，此乃天地。沈卓，师兄，你认识此人？我当然认识，他就是我之前给你们说的异教修士，差点把我杀人灭口。什么？这么年轻？你就是伤我师兄的沈卓？没错，是我。我命令你现在立刻下跪赔礼道歉，上可以留你全尸。小姑娘年纪不大，脾气倒是不小。老子不想跟你废话，给你3秒钟，不跪就打断你的狗腿。下跪，1秒足矣。这怎么可能？天地万物依存灵气而活，一方灵气枯竭，一方生灵土。你们身为修士，难道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那又如何？我师父可是无上大宗师，吸点灵气怎么了？你师父可是唐无敌？没错，我们的师傅就是30年前大名鼎鼎的混天教大修士，惹到我们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子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度。弟子们尚且如此，想必师父也不是什么良人。放肆！小子，敢对我们师父这么不敬！我师父可是无上大宗师，已窥仙人之门槛，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既然这么厉害，为何连我一招都接不住？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没有告诉我，你们的师父是被我打伤？别相信他的鬼话，师傅是闭关走火入魔才受的伤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沈卓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进来，今天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师弟师妹，今天我们3人联手，把这畜生挫骨扬灰。势不两立。怎么可能？我们3人合力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赶紧把你们师父叫来，我要好好审问审问，他是怎么教出你们这群酒囊饭袋的。你找死！我师父来了，灭你如同砍瓜切菜。那就让他给我滚过来！师弟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难不成真要把师父叫过来？师父正在闭关修炼，怎么可能过来？那我们今天岂不是要交代在这里了？没办法，这小子的确实力够强，甚至能与师父比肩。我们的确不是他的对手。你们不叫，我来。天地无极，万古归宗。谢。是何人窥大本座？鬼鬼祟祟，他不速速现身？难不成是我的错觉？神神叨叨，在乱叫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师父可是极为护短的。要是你伤了我们一根毛发，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师傅，你贸然运功会影响恢复的。师傅，你来的正好，就是他。刚才不仅打断我们收集灵气，还把我们打伤了。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你们仨就不会反抗吗？师傅，这小子灵异的很，我们3个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小子，你现在看到了吧？我师父来了，还不赶紧跪下认错，否则让你生不如死！唐无敌是吧？你指使徒弟擅自汲取天地灵气，有违天道，本座命你立刻将灵力归还，否则老夫修道数10载。还从来没有人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。小子，老夫看你修道之人，如果你乖乖的交出你自己的灵力，老夫还考虑饶你一命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猖狂！老夫虽然身负重伤，但依然痛你如同狗。今天老夫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闪电五连鞭。雷公电魔，听我号令！天
雷，这就是我师傅的绝技——闪电五连鞭。师傅，闪电五连鞭威力无穷，对付这种小杂碎没必要吧？哼，你懂什么？我正是因为杀生未愈，才要速战速决。小子，老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若是乖乖的交出灵力，老夫让你不死；否则的话，这天雷劈下来，让你尸骨无存。你大可试试。哼，冥顽不灵。既然你意思寻死，老夫就让你灰飞烟灭。天空浩大，雷公电母，助我一臂之力。落。师傅的闪电五连鞭果然不同凡响，这才第一鞭就有如此威力。那小子呢？不会是灰飞烟灭了吧？区区电盲，这也算雷？什么？这小子中了师傅的闪电五连鞭，竟然毫发无伤。电是打偏了，让我再劈一次。雷公电母，听我！年轻人，你不讲武德，竟然阻断我的施法！我让你看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天雷。雷来！姐，盛达集团的100亿合同已经送过来了，这个项目我们还接吗？接，当然要接。这100亿的合同，不要白不要。妈，可是初然，我知道你为了江家尊严受到了打击，但是呢，为了咱们江家，你就再忍一忍。这沈卓呢，虽然说是傍上了个富婆，但是总有一天他也会被抛弃的时候，到时候你再对我偿还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电闪雷鸣的？姐，你们快看那边！那好像是我们江家药田的方向。这电闪雷鸣的，要是把我们江家的药田毁坏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妈，佳明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行。这怎么回事？闪电五连鞭分为火、玄、冥、真、神，这规模一看就是灭世神雷。师傅，你突破了？没有啊。莫非是那小子阻断了我的施法，阴差阳错才让我使出了灭世神雷？小子，你不是一直说要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天雷吗？现在我师傅用出了灭世神雷，你还不乖乖受死？你确定这雷是你师傅召唤的？不是我师傅，难不成是你吗？师傅，这小子还是死不悔改，赶紧降雷劈死他！臭小子，就接受神雷的洗礼吧！落，落，那是落呀！这是雷，怎么不听师傅使唤？这雷是我招来的，为何要听你师傅使？你放屁！这分明是我师傅的灭世神雷，怎么可能是你的？愚不可及！落，快散开！这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你忘了你是如何出现在这里？那这巨手是你干的。不仅如此，之前闭关遭重创，难道也是你？不可能，师傅，你可是无上大宗师，半步踏入仙道之人，怎么可能？给我闭嘴！先生，我闭关20年来，早就不光为发现事实，我哪里得罪了你呀？你问他。师傅，我不知道他这么厉害呀！我要知道，给我1万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呀！为师傅骄傲，小的嚣张跋扈，仗势欺人。徒弟黑龙如此，其他2位徒弟汲取周遭灵气，祸害万物生灵，这因果是不是该你这个师傅来承担？孽徒还不跪呀！小人知错，这件事情我甘愿一人承担，只求你放了我的徒儿。师傅，看在你还有一丝良知的份上，姑且饶你。不过你要将周遭所有灵气全部护。我还。这灵气都在这儿，还没人吸收，请你笑纳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沈卓，果然是你！你们怎么？这是我们家的药田，我们怎么不能来？我还说呢，你为什么送我们100亿订单？没想到你是故意找我们家出然。什么意思？还在这装傻充愣吗？先是送我姐100亿订单，然后又伙同其他人来毁我们家药田，就是要用违约款把我们这家搞破产，是不是？沈卓，你好歹毒的心啊！沈卓，我知道你想报复我，我现在已经受到惩罚了，你现在还要这样搞，是非要把我置于死地才肯罢休吗？江川，我在你眼里永远都是那么不堪的。你我现在本不是一世界之人，我从未想过报复，更不屑于那么做。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，你还要狡辩？沈卓，你以前就是这样，现在还是一点没变，没有一点男人的责任和担当。沈卓，我之前看你老实本分，我才把女儿嫁给你。今天我是终于看清你的真面目了。沈卓，你今天要是不把药田给我恢复如初，你休想离开。毁掉药田的人是我们，陈先生根本就没参与。就是他没参与，那也是他指使你们干的。沈卓，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大大方方承认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药田是我毁的，满意了，先生。我此次从外域归来，一方面是为母亲复仇，另一方面是了断你我尘缘。你说我杳无音讯消失3年，这是我的错，我本对你有些愧疚，但你现在这副态度，
让我仅存的这些愧疚荡然无存。江初然，你我形同陌路，还斩断因果，神神叨叨，真当自己是仙人呢？你要是有一丝愧疚，就不能毁了我们药田呢，让我们不能如期交货。100亿，你赔吗？药田我会帮你恢复如初。江初然，你我以后形同陌路。群牛也不打草稿。我们江家良田3000亩，药材全被你毁了，你能恢复如初？本座昔年纵横外域，横压一世，引万族朝拜，世人作为轻敌。有道是：他年我若为轻帝，报得桃花遗重开。今日我便以轻帝之名，号令春神，给我看！这真的恢复如初了？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？神乎其技，真是神乎其技呀！这神卓莫非真是天外仙人？太可怕了！我们刚才竟然在和这种人交手，能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！精彩，实在是精彩啊！果然不愧是祭道至尊体，竟然能够做到这种地步。神卓，以你的平庸资质，竟然拥有如此重望，实在是暴殄天物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，竟敢对沈先生不敬？放肆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这位可是上京沈家少主沈玉。他在前年不光是上京沈家。沈卓，我的好弟弟，可总算让我找到你。找我做什么？你是我上京沈家用来献祭仙人的祭道圣婴，生来就是一条贱命。当年你母亲杨柳青为了救你，带着你离家出逃，并把你藏了起来。但这又如何呢？最终他客死他乡，你还不是落到了我们手里？你没资格提我母亲的名字。母亲？哈哈哈哈！母亲？你母亲杨柳青不过是我们沈家圈养起来的生育工具罢了。在生下你这条之后，就该去死。找死！怎么生气了？你也不过是我们沈家养的一条狗，你觉得自己会是我们的对手吗？你觉得呢？畜生，还不赶紧放开少主！滚！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现在该你。沈卓，你不能杀我！仙人即将现世，你敢动我，你也将死无葬身之地。仙人？没错，我父亲得到消息，仙人择日将会现身海城，我沈家必有一席仙位。如若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等我父亲得道成仙，你也别想活。今日我不杀你，不是因为不敢，而是让你回去给沈江河带句话：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定要将他在我母亲身上施加的痛，1000倍、100倍的偿还。沈卓，我杀了你，我誓不为人。那我们也撤吧。唐大师，请留步。唐大师，我这里有一份天大的机缘，你想不想要啊？天大的机缘，说来听听。刚才我的话你也听见了。那沈卓是祭道至尊体，是完美的献祭材料。如果你肯助我沈家一臂之力的话，我沈家届时定会帮你争取一个仙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与你们沈家站在同一条船上，与那个变态沈卓为敌？不错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刚才沈卓的实力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所有人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让我与他为敌，把我当炮灰呀！沈卓实力固然强大，但我父亲已经在赶来海城的路上。这一次，我沈家倾巢而出，带来了沈家的3000大宗师。3000大宗师，此话当真？自然不假。我上京沈家钻研古武千年，底蕴深厚。面对着3000大宗师啊，即便那沈卓再强，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。只要你肯助我沈家一臂之力，成功献祭了沈卓，我沈家许诺你一席仙位。师傅，我觉得沈少的提议不错。仙人降世，若您能受到仙人点拨，我们也能沾点光啊。是啊，师傅，你修道10余年，不就是为了成仙吗？现在一个天大的机缘摆在面前，还用考虑吗？好，那我就再信你一回。好的，唐大师。二位都跟了一路了，何不就此现身？见过上仙。有事？上仙，实不相瞒，上次的事情被阎君大人发现了，阎君大人命我2人支购10倍金魂补偿。所以你们2位是来问罪我？不，我们哪儿敢了？上仙，上次我2人也是为了帮助您才闯下此等大祸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想请您帮个忙。也罢，此事因我而起，我自当负责。明日2位来找我，
我说10倍、100倍、1000倍精魂都赠我。明日子时，敢问上仙何地取魂？落剑之处，百鬼夜行。这是诛仙剑，这是仙人旨意。明日子时，仙人降世，快昭告天下，要万族齐聚我藏剑山庄，见证仙人归位。家主大人，藏剑山庄传来消息，什么事情？快说！许庄主接到千谕，明日子时，天狗10月，仙人归位。我沈家谋划多年，终于等到今日，传我族令沈氏一族举族出动，共赴迎仙大典。爸，那沈卓呢？他既然想找我寻仇，也定会出现在那儿。到时候我们一起宰了他献祭。好。吓死了！这一个个什么人呢？跟看电影似的，张牙舞爪的。妈，我感觉那个沈卓不像是普通人啊。那还用你感觉？我又不是瞎子。就算那沈卓不是普通，那又能怎么样？你没听沈家少主说吗？他们准备带领3000万大宗师杀了沈卓祭天。你干嘛去？妈，我得去告诉沈卓，让他快点逃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沈卓招惹了上京沈家，那是死路一条。你这时候跟他扯上关系，那死的就是我们。可是伯母说的没错，沈卓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初然，你就别去趟这个浑水了。王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初然，沈卓已经是万族公敌了，你确定还要跟他保持联系？万族公敌什么意思？刚才我收到消息，明日子时，仙人降世，天下万族都将去藏剑山庄参加修仙大典，而那沈卓就是此次大典中的祭品，杀了他便可以拿到通往仙道的门票。所有人都磨刀霍霍，想要取了他的狗命。仙人，王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明白。我知道我说了这件消息，可能你们比较震惊，但是这个世界上远不如你们想象这么简单。鼓舞世家你们都知道，但是你们不知道，鼓舞世家的尽头便是登仙。明日的迎仙大典就能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就说跟那个扫把星扯上关系没有好果子吃，这不全应验了。妈，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就算想救他，那你也要掂量有几斤几两。他现在是万族公敌，你怎么救他？可是初然，你就放弃吧，救沈卓是不可能的。不过明天的迎仙大典，你可以送他最后一程。王少，什么迎仙大典？那我们也能去吗？当然可以。迎仙大典是面向天下万族，一视同仁，仙则万物。甭说是人了，就是畜生也有机会一步登仙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们去，也许还能获得一份仙缘。爷爷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如此激动！明日子时，藏剑山庄要举办一场迎仙大典，若是我们苏家可以去参加，说不定可以得道成仙呢。弟弟，放弃你那不切实际的幻想吧。升仙大会必定群英汇聚，我们苏家即便去了，也不会得到仙人赏识。谁说不能？姐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此次迎仙大典需要祭道至尊体献祭，而那沈卓刚好就是祭道至尊体。只要我们……胡闹！你想让我们背叛沈先生，恩将仇报，与虎谋皮？爷爷，你怎么就不懂变通呢？现在外边人都在找沈卓，杀了他就可以获得一席仙位，我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为什么要放弃这次天赐良机呢？住嘴！我苏家不可能背叛沈先生，那什么迎仙大典，我是不会参加的。为什么不去啊？沈先生，您来了。苏老爷子，苏少既然这么想获得仙缘，若是不去，岂不是伤了人家的心啊？沈卓，你少在那给我阴阳怪气的！你是祭道至尊体，注定死路一条。与其便宜了别人，还不如留在我们苏家。住口！你胆敢对沈先生不敬，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沈先生，你放心，我苏青山不是见利忘义之人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就算我拼了老命，也要护你安全。苏老爷子果然是重情重义之人。既然如此，你们苏家明日随我一同前往迎仙大典，我送你们苏家一份仙缘。是时候该了结这个。这一向杜绝凡尘、与世隔绝的藏剑山庄，今日竟如此热闹。毕竟是迎仙大典，仙人降世，变化凡夫，千百年来如此盛世，也只出现寥寥几次。唐大师，请看。
仙人将士点化凡夫，5个蒲团，应该是在场的5个有缘人。不过呢，看哪5位有这份资格呀？藏剑山庄历来都是仙道引路人，而今日迎仙大典乃是由藏剑山庄庄主主持，自然要占据一席。至于其余资格，世俗家族根本没有资格，唯有唐大师与我沈中有。时辰已到，仙剑为证，万族朝拜，恭请仙人莅临人间。恭请仙人莅临人间。沈卓，怎么是你？沈卓，怎么是你？为何不能是我？仙台乃仙人降世之地，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上面？那你们刚刚有什么资格跪在我面前？好大的口气！沈卓，你一个沈家弃子，生来就是贱命一条，还不赶紧给我滚下来！下去！这迎仙大典为我而开，万族朝圣为我而办，尔等凡夫俗子有幸来此，皆因为我。你告诉我为何要下去？猖狂！迎仙大典是为仙人而开，万族朝圣是为仙人而拜。我等今日在此，也是为求仙人点化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站在万众权贵等之上？权贵，在我眼里，蝼蚁罢了。放肆！我等若是蝼蚁，那在场的万族岂不是连蝼蚁都不如？这沈卓是疯了吧？明知今日迎仙大典，群雄汇聚，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这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。初然，这就是你一心想救的人呐。话说他之前还有活下去的机会，恐怕现在连神仙都救不了他。沈卓，今天你不该出现在这里，趁着仙人还没来，你赶紧逃吧。该逃的是那些道貌岸然、披着人皮面具、行事却猪狗不如的伪君子。沈卓，你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吗？今日迎仙大典，万族齐聚一堂，只为求得仙人点化。很多人巴不得杀了你，以获得一席仙位。你如果再不走，真的来不及了。江小姐，你跟我是什么关系？我死与不死，好像还轮不到你关心。你。初然，既然那家伙不领情，你还管那么多闲事干嘛呀？对呀，姐，他要想死让他去死，别连累我们就行。大胆沈卓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今日仙友聚会，所有的人都翘首以盼，恭迎仙人莅临。你却在节骨眼上闹事，若是惹恼了仙人，你担当得起吗？之前我念在你修行不易，饶你一命，没想到你却临阵倒戈，与这些人面兽心之辈狼狈为奸。我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若是求得仙人点化，抛开信誉和尊严，又何妨？可得仙人点化者，无一不是品行端正、高风亮节之人。在场有谁有这种品行？又有谁有这种资格接受你？我沈玉上京沈家少主，难道没这个资格？沈玉凡俗散于颇多，青年杰出，武道大宗师，但为人阴险狡诈。没有这个资格，我儿没资格，那我鼓舞世家家主沈江河半步天人境，举世无双，天下无二，有没有这个资格？沈江河道貌岸然，杀妻祭子，为世人所不齿，没有这个资格。你意思我沈家千年鼓舞世家都没资格？千年世家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沈家无一人有此资格。沈家都没资格，那我唐无敌，出愧仙道门槛的无上大宗师，也没这个资格吗？唐无敌，你两面三刀，教徒无方，有才无德，你连站在我面前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沈卓，今日仙人点化凡人，设下5张蒲团，藏剑山庄庄主必得其中1席，其余4个席位，依你所见，又有谁有资格？在场有资格，仅3人一处。沈卓，我不管你与在场之人有何恩怨，但此地乃是仙台，岂容你放肆？屈庄主，此人冲撞仙人已是死路一条，不如让他把话说完，也好让大家看个乐子。没错，我倒是想听听你口中具备点化资格的都是哪些人。第一个，苏家苏清雪，一个小姑娘。苏小姐为人亲和，有恩必报，具备点化资格。那第二个是不是要说苏青山这老头子？苏老爷子性情敦厚，有恩必报，
言出必行，被报恩，余生甘愿为我母亲守墓，得以点化息位。守墓？没想到这周老爷子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得当个守墓人。哈哈哈哈！第3位，亏得天机，比我有半分仙运，董涛，具备资格。我也有，胡说八道！我也是苏家人，凭什么他们有，就我没有？你只说了3人，我倒是想听听余下1人是谁。苏家与我有恩，我赐你苏家机缘，让你苏家鸡犬升天。3人一术到此为止，具备点化资格。岂有此理！这沈卓竟用一纸檄与我等相提并论，这分明是在羞辱我们。何止是羞辱，简直就是没把在场的所有人放在眼里。沈卓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趁着事情还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你赶紧走吧，再不走就晚了。已经晚了。今日在场之人啊，谁都可以离开，但唯独此人不可离开。想必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沈卓，我沈家弃子，建元杨柳青的儿子，打着我上京沈家的名义，到处为非作歹，欺男霸女，滥杀无辜。他的罪行简直罄竹难书。好一个罄竹难书！沈玉面不改色地将自己的罪行强加在他人身上，这点本事我还真是自叹不如啊！沈卓，你死到临头了还敢狡辩？你辱我沈家名义视为不忠，妄图杀害生父视为不孝，视人命为儿戏视为不仁。我沈家世代忠义廉洁，却出了你这么一个不忠不孝不仁的畜生。要是列祖列宗泉下有知，也定会为你感到羞愧。说得好，沈卓泯灭人性，猪狗不如，这种人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不错，滥杀无辜，妄图反噬生父，当诉千刀万剐之刑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当然，沈卓还有一个不得不死的理由，他是祭道至尊体。祭道至尊体，不错，祭道至尊体乃天选的祭道圣品。今日设下5张蒲团，屈庄主确定一席之位。我沈家父子自认为可得其2，唐大师得余2其1。那剩下的呢？仙人将士万族朝拜。今日谁若杀得了沈卓，定能让仙颜大悦，便有资格得到仙人点化。杀了沈卓就能成仙？余下1席是我的，我来杀他！我来！就凭你有没有这个能力？怎么，在场万族竟无1人敢直面生死吗？我来。沈家主，我早就看这小子不爽了，请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亲手了结他。就凭你，你以前是有人给你撑腰才敢嚣张，现在你得罪的可是百家万族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将你碎尸万段。好，年轻人勇气可嘉，我赐你沈家轩辕剑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只要杀了那厮，今日点化飞升，就有你一席之地。谢沈家主自荐。沈卓，你还不快下来，乖乖受死！佳明，好样儿的，不愧是我周离的儿子，居然能得到我沈家家主的赏识。要是能够拿到今天的仙位，足以能让我们江家光宗耀祖。沈卓，大闹迎仙大典，冲撞仙人威严，罪不可恕，还不下来乖乖受死！佳明，你现在退下，我看在你锦江初然的情面上，饶你不死。饶我不死！今日该死的人是你吧？你若不肯下来，那么我便亲自过去。你上前一步，我便剁你一指。你儿子，别被那个废物吓到，上去砍死他！可是，没用的废物！不用回去，自己不敢上，派一个胆小鼠辈前来送死。沈江河，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？杀你只会脏了我的手，更何况仙位已有我的一席之地。我把机会让给别人，有什么问题？你凭什么认为仙位有你们一席之地？凭什么？就凭那把诛仙剑。诛仙剑乃天地造化孕育而成，乃上仙与我等约定，下凡点化我等之信物。信物？你为什么觉得是信物？我倒觉得那是我诛杀你们狗命之剑。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，难不成你想拔出这把9天神剑？有何不可？沈卓，你若想找死我不管，
但此剑是上仙佩剑，是在场所有人能否得到点化的象征，是万族今后的命运。仙人降世前不可出鞘。属下神剑，上入天仙大道，下入妖魔精怪，非大道圣人不可拔，非太上真神不可拔，非大罗金仙不可拔。如此说来，拔剑者舍我其谁？那小子真的想拔剑？他当真就不知道死字是这么写的吗？沈卓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算我求求你了，趁着仙人还没来，你赶紧走吧。我胡闹？江初然，你不是一直以为我在装腔作势？今日我便用行动来证明，我沈卓一向言出必行，从不自吹自擂。沈卓，说到底，你还是想给初然证明你自己。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今日万众，宫人仙人莅临，你却为了一个儿女私情，意图葬送大家的前程。你也不问问，谁会同意？我唐武帝第一个不答应。沈卓，你要拔了这剑，必定会引起仙人大怒。你当真要弃赛场，万族安危于不顾吗？赛场万族与我何干？尔等蝼蚁生死，又与我何干？放肆！沈卓，你身为祭道至尊体，不好好履行你的职责，竟敢忤逆仙威！当初我真不该让杨柳青那个贱人把你生下来。所以，在你眼里，我生来就该死。我母亲护子心切，带着我背井离乡也该死。而你沈江河就该风光无限，坐享万人敬仰的无上荣光，难道不是吗？说来我还真该谢谢你。你要感谢我。若不是沈江河你当年抛妻弃子，我也不会坚定不移地踏上仙途。若没有你沈江河的人面兽心，我也不会矢志不渝地回来寻仇。我满腔怒火，皆拜你所赐。池庄主，这里可是藏剑山庄，此人冒犯上仙，意图拔剑，难道你不应该管管吗？管！你们的恩仇旧怨与我无关，我只管迎接上仙降临。可他若拔剑，招致天怒，我们都会被连累的。一介凡人若敢靠近诛仙神剑，必遭天雷焚身，魂飞魄散。不用我出手，自有天道惩戒。天道若敢拦我，便斩了这天！孽障！你真敢拔剑！沈卓，快给我住手！不好，此子贸然触碰诛天剑，这天怒了！沈卓，你快停手！再这样下去，你真的会死的！触碰仙剑，引发天怒。沈卓，你真是死不死心！沈卓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诛仙剑非仙人不可拔，你现在停手，还有补救的机会。剑真的被他拔出来了！诛仙剑非仙人不能拔，莫非他是仙人在上，藏剑山庄衢游仙见过上仙。沈卓，他真是仙人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个凡夫俗子，怎么可能是仙人？如果他是仙人的话，那我之前那样对他，岂不是死路一条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是仙人？沈先生本来就是仙人之躯，又怎么会瞒得住啊？爷爷，您早就知道了。不错，沈先生言谈举止早就超凡脱俗。他昨日还说赐我苏家一份仙缘，我就已经料定他的身份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仙人不是今日才下凡吗？沈卓早就出现在凡间，他怎么会是仙人呢？没错，他肯定不是仙人。放肆！仙人在此，还不快跪下行礼！曲庄主，你不要被这小子拔剑一幕唬住了。你别忘了，他可是祭道至尊体，定是仙人，不想这祭品灰飞烟灭，才不会立刻诛杀他。曲庄主，你也不想想，这天上金星哪一个不是千年修为，百世轮回？他一个黄毛小子，何德何能？我藏剑山庄世代为仙人奴仆，真仙假仙我会分辨不出。尔等若是再执迷不悟，休怪我剑下无情。喂，我倒想知道你们案板上鱼肉还要如何垂死挣扎？垂死挣扎的是你才对。沈卓，先是羞辱我等，后又擅自拔出仙人佩剑，随便一项罪名，你都晚死难辞其咎。今日便要替天行道。传我一个，唐武帝弟子何在？弟子在。给我拿下畜生的狗头，我便做主，赐他最后一息仙位。是。你自己不敢上，害你3个徒弟送死。谁说仅有他们3人？我沈家2位长老何在？沈卓，我沈家2位长老年纪轻轻，便已经是无上大宗师之境，加上唐大师3名弟子送你上路，你也算死得其所。沈卓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
你若乖乖束手就擒，可留你全尸。萤火之光岂能与皓月争辉？许庄主，见你山庄藏剑一用，剑来！剑来！若，师傅，这怎么可能？若这是你们最后的底牌，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。这山庄竟强得如此可怕！不愧是祭道至尊体，实力果然远超想象，但也就仅此而已。好，沈家主难道还有底牌？沈卓，你当真以为上京沈家传承1000年，底蕴才几个大宗师吗？我沈家有3000无上大宗师，沈卓，你可敢接？3000无上大宗师，这就是鼓舞世家1000年的底蕴吗？这下沈卓可以必死无疑了。3000无上大宗师，就是随便吐口唾沫都能淹死他。很可惜，1000年鼓舞世家，今日就陨落。口出狂言，吹号角击千军。沈卓，我沈家3000大宗师已蓄势待发，你想怎么死？你确定死的是我吗？死的不是你，那有什么是我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便会被我3000大宗师剑杀成烂泥。要不你再好好听听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聚会时还不现身，更待何时？当归夜行，是当归夜行。上仙果然信守承诺，这3000大宗师的魂魄足够我们回去交差了。见过上仙，爷爷，是他们。原来我不是在做梦，出现在我们苏家的就是他们。主上何必大惊小怪？沈先生乃大罗金仙，招来拘魂使，符合常理。能够号令拘魂使，莫非沈卓真是仙人？拘魂使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一定是你，是你在这儿装神弄鬼。沈家3000大宗师杀你如土狗。3000无上大宗师，沈老狗，那你可曾见过他们？少仙，庄外3000武道修士已全数缉拿，这是他们的魂魄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沈家此事，听我号令，听我号令！你们赶快给我过来，赶快过来！不用白费力气了，你的人都在这儿。沈江河，这就是你们沈家傲视群雄的资本。想干什么？真没想到，你们沈家全部力量竟如此的羸弱不堪。你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10年前你杀妻祭子，10年后重蹈覆辙，来这藏剑山庄筹的，为的不就是剑王？你真是仙人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仙人？仙人莅临人界是为了赐下仙缘，点化有缘人。你是来报仇的，你不是仙人。真正的仙人还未降临，你一定是冒充的。沈江河，你谋划这么多年，为的不就是得道成仙吗？好，我今日便满足你，让你飞升成仙。仙人，我成仙了！爸，我竟然成仙了！这到底发生什么？我也成仙了！沈卓，你真的是仙人，是你点化了我们，你一定还认我这个爹对吧？你杀妻祭子，还有何脸面做父亲？我只是想你踏入天堂时，再将你打入地狱，你们可要细细品味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又变成凡人了？沈卓，我要成仙，给我仙位！仙位没有，死路一条。你要干什么？为我母亲沉冤昭雪。你本是个，是我母亲大发善心收留了你，将你抚养成人，你却恩将仇报，狠心将他杀害。头3鞭打的是你忘恩负义白眼狼，薄情寡义忘亲娘。救我吧！救我！住手！沈卓，他可是与你血脉相连的哥哥呀！母亲死心塌地的跟着你，却为了一己私欲杀妻祭子。甚至还在他死后不让别人给他扫墓，再3鞭抽的你没心没肺，枉人夫，自私自利，丧天良。畜生！我可是你亲爹，你连我都打，难道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生而不养，养而不教，你枉为人父。虽不是亲生，但母亲仍是你长辈。你一图弑母，伤害手足，我要让你和你父亲沈江河
永世不得超生。驱回使何在？上仙请吩咐。将二人打入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神主，饶了我，我们可是父子啊！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再说。不要，不要啊！不要！上仙饶命！上仙饶命啊！上仙！如今求饶，你觉得还有用吗？上仙，我是知道你的下人，我说什么也不敢。我若不是，你便狗胆包天吗？仙人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仙人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上仙饶命啊！上仙饶命啊！是他执意要跟你离婚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！对，这一切都是他的主意，我始终站在你这边。姐，你快上来给仙人跪下道歉呐！还愣着他干嘛呢？你看着我死在他面前吗？快跪下！你们觉得道歉还有用？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！我再也不敢了！原来以前真的是我错了，沈卓，我好后悔，我真的好后悔。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。沈卓，如果我现在跟你道歉，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？你可以原谅我和我的家人吗？我凡尘旧事已了，江川，看在你我之前有夫妻之名的情分上，你家人冒犯我的事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罚周陵、江明终生痴傻，直到老死；罚王宇峰终生为奴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凡尘旧事已了，我也该回归仙界。沈先生，您这是要离开了吗？凡间已了无牵挂，如若有缘，仙界再来。